怎么了？长公主的人现在是越跟越近了。他是不是对我的身份起疑了？咱们得更加小心才是。长公主要行动了，那萧氏和朵嬷嬷可能有危险了，得派人保护他们。先回王府。 姐儿，我顺着后面，等他逃命。我不跑，要跑一起跑。我们2个人一起跑，我跑不了的。我走，母亲，我走啊！母亲！二姐姐，四儿，四妹妹，二姐姐，二婶呢？母亲她去世了，他们就当着我的面杀了母亲。怎么会呢？是公主府的铁卫，我辜负了您的嘱托，还是晚到了一步，只救下了江二姑娘。 都是我不好，如果我能早点察觉，不怪你，母亲她是为了救我，她才……我一定会让长公主付出代价的。阿蛮，你快带姐姐先进房休息。是，姑娘。对了，母亲去世前想让我转告你。 他对他做的事非常后悔，希望你可以原谅他。终究是晚了一步，我的身份迟早会暴露，得赶紧想个办法，否则伯父也会因我受到牵连。母亲，母亲，你参见燕王妃。母亲，您派人叫我赶紧回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人给你找来了。燕王妃找我。二叔，我最近听说你逢人便说，燕王是你女婿。二叔，这是要做什么呀？这有何呀？这侄女婿他也是女婿啊，对吧，大哥？叮嘱过你多少次了，不要打着燕王的旗号在外面胡说。这官场上人多嘴杂，说多了对孩子们不好。母亲，我不说他们也都。四儿和你大哥说的没错，老二啊，这事儿你做的糊涂。伯父与王府结了亲，你的一言一行在外人看来，难免会跟燕王扯上关系。去给燕王赔个不是，以后不许再犯。是。二叔，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呀？那什么信？老二啊？不，这信，哎呀，哎，我说四丫头，你这当上燕王妃之后就目无尊长了吧？二叔，你觉得给我递这封信合适吗？这有什么？行了，老二啊，你让燕王给你跑官，你受两句也不冤。哎，四儿啊，其实你二叔啊，也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，我想这也是他无心之失吧。我都是为了伯父好啊。少说两句吧。你说今天你当着大家的面也训了他了，要不看在祖母的面上，你放了他一马？原来祖母觉得这是件小事儿啊！莫不是祖母撺掇着二叔到我这儿来，低声下气的来求官？这没有的事啊！那是什么意思啊，二叔？四儿，怎么跟祖母说话的？你是不是
得寸进尺了。我们敬你是王妃身份，只是把你当做自家人，并非有求于你，更不会拒你。你若是还念着伯父对你的教养和情谊，你二叔今天就是不开这个口，你也应当应分的去替他周旋才对。替他周旋？二叔，你扪心自问，你们二房这么多年都对我们长房做了些什么呀？你夫人萧氏害死了我母亲，你女儿江倩明明知道她丈夫暴虐成性，还要把我送入虎口。而你呢？你何曾敬过我父亲？何曾关心过我们姐弟三人？事到如今，说什么家人来粉饰太平，晚了！放肆！哎，母亲，以为你是王妃，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？你二叔纵有再多的不是，他也是你父亲的亲兄弟呀！哪有你这样的侄女踩着你二叔的脸就这么责骂？我还没有归天呢！祖母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觉得你偏心二叔，偏心二房，那是因为他做官，你要指望他撑起来这伯父。但如今看来还真不是，你就是偏心，没有缘由的偏心，你就是喜欢二叔超过我父亲。今日宁愿要得罪嫁进皇室的孙女，也要站出来替他说话。萧氏说的没错，我母亲的死跟你们母子二人也脱不开关系，就是这世上最自私凉薄的母子。好，那便祝福你们母慈子孝。老伯爷啊，老伯爷啊！母亲，我们江家怎么会有这样的孙女啊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不能跪呀！你快起来，母亲。安城啊，安城，这就是你管教多年的好女儿。四儿，不要再说了。父亲，你若愿意，便和女儿一起去王府。从今日起，咱们长房便分出去过，从此跟着东平伯府，再无任何瓜葛。你这是大逆不道啊！你连伯府都不要了，大哥，你可不能跟着走啊！江安城，你真的要丢下伯父，丢下我这个老母亲，跟着他去享荣华富贵吗？娘，我不走。四儿，你从小便在伯府长大，没有你祖母哪儿来的你呀？这件事情何必要做得如此之绝呀？何至于此啊？你们曾经是怎么对我的，我是不会忘记的。既然现在我已经出嫁了，我就不想再受伯父的裹挟。你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、忘恩负义的东西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孙女儿。我也早就不想有你这样的祖母了。话已至此，那赶紧把家印取来吧。今日就写下这断绝书。断绝就断绝，取家印。不可呀！不至于吧？祖母、父亲，对不住了，我只能这么做。怎么样啊？有惊无险，没追上夺魔吗？那就好，幸亏你让龙蛋提前跟了过去。哎，我今天听阿蛮说你回了趟府，怎么还闹得挺不开心的？祖母难为你了？是我难为了他。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你明明最在意伯父了。这断绝书需要都承司帮我签印才能生效。明白了，你在意的不是伯父，而是伯父中的人。只要所爱之人平安，
就不算真的分离。王爷、王妃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大姑娘和二公子来了。妹妹，你为什么要跟家里断绝关系啊？我们讨厌二叔不是1天2天了，你为他生这么大气不值得呀！妹妹要是想出气，哥替你揍他一顿好不好？你不要跟哥哥断绝关系啊！余兄，你替我说2句话呀！二弟，四儿，到底怎么了？你告诉姐姐。这件事情，我心意已决。如果愿意，以后你们还是我的哥哥姐姐。但是这伯府，我是不会再认了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家只有燕王府一个。什么意思啊？妹妹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？这儿没有旁人，只有我和二弟，你可以告诉我们的。他没有什么苦衷。之前在你们府上只能受着忍着，如今嫁给我了，不用再这样了。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我跟我妹妹从小一起长大，她吃过什么苦，受过什么委屈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她之前在你们府上受的委屈还少。她是我妹妹，我用不着旁人说3道4。这是燕王府，你是燕王，我就不爱你吗？二弟，放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多打扰了。四儿，你今夜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我只相信我认识的、我了解的那个你。你说你没有苦衷，我觉得恰恰相反。也许是那苦衷太大，你怕我们承受不住；也可能是觉得我们帮不上忙。但不管怎样，姐姐不会逼你说出来。你只要记得，就算你与家里写了断绝书，我们也永远是你的家人。这个家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姐姐，父亲还好吗？就是父亲让我们来的。我懂。等这些事儿过去了，我陪你一起回家。殿下，属下查清了这图腾的来历，这是南巫圣女独有的标志。什么？南巫圣女？难怪姜丝能结咏媚花，能治好福清的眼，能让董嬷嬷泪中泣意。这是南巫机密，属下问遍了各路耳目，才终于在一个被俘虏的南巫将领口中得知，有着记号，
都是南巫非同寻常的人物。他还说，火焰纹越靠近火，颜色就越深，殿下可以以此法判断真假。火焰纹，这出戏真是越来越有意思。阿蛮，将此信送到贤妃手上，此信事关重大，立即前往。好。这是南巫圣女的图腾，这图腾是在燕王妃身上发现的。燕王妃是南巫圣女，你也知道，这京上对南巫深恶痛绝，私通南巫也是死罪。更何况这燕王妃居然是南巫圣女。你若能向京上告发她，那就是为民除害，是给我们大周立了大功，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。燕王毕竟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弟弟，若是揭发燕王妃，玉锦势必也会受到牵连吧。甚至母妃和我……罢了罢了，原来你的宏图大志，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。为了你的弟媳，一个叫姜四的女人，竟敢置国家安危于不顾。哎呀，这怪不得京上总是跟我说，你总是喜欢纸上谈兵，不堪重用。就抹抹这个就能让图腾变没了？嗯，我之前试过，但是只能短暂的消除，很快又会重新出现了。咱们那天从街上回来，阿蛮替我更衣的时候，发现香料已经失效了。但是眼下能短暂遮掩一下，那就每日都抹一抹，让他再没机会出来。每日都抹，那你不嫌麻烦啊？这有什么麻烦？那夫君不就是用来麻烦的吗？你要是不麻烦我，那才是我最大的麻烦。所以还是求你多麻烦麻烦我。什么麻烦来麻烦去的，你都把我绕晕了。这还真没了。真的吗？再来点。没了吗？太神奇了，真没了。母妃，如此着急，到底何事啊？你可是来了。你看看这个，昨日老七媳妇突然派丫鬟送了这份礼给本宫，本宫万万没有想到，老七的不祥之名，居然是长公主栽赃嫁祸的。他就因为记恨本宫，居然想出这么阴狠的法子。害得本宫母子分离。姑姑的胆子未免太大了。徐嬷嬷的证词上白纸黑字写着呢。当初她先是害玉锦，后来又害姜四，要不是这个孩子命大，早就像他母亲一样被毒死了。这上面还写着，长公主与南巫勾结。有了这份供词，本宫就不信皇上还能包庇她。若是这供状能一举扳倒长公主，为何不直接呈与父皇，而是交给了母妃？他们夫妇二人，一个长在南疆，一个门第没落，他们在临安没有根基，朝中没有人，他们能把如此厉害的政务交给本宫，而非皇后，那就说明他们信任本宫。老七毕竟是本宫的亲儿子。供词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
司天监当年批命阁的官员说不定已经死了。一旦姑姑逼着徐嬷嬷改口，我们就成了诬陷。死也不成，活也不行。你这前怕狼后怕虎、磨磨唧唧的性格，你到底随了谁？本宫活着还能看到你斗倒那个贱人吗？你实在是不如老七，他敢打太子，敢跟那个贱人硬碰硬，就是不娶他的女儿。你再看看你，母妃，夺嫡何其凶险！稍有差池就会搭上齐王府和金华殿，儿臣深思远虑，谨小慎微，难道还错了吗？这。机会就在眼前，可是你畏畏缩缩，什么都不敢做。本宫是指望不上。这是跟谁学的？我还说临时抱佛脚教你2招呢，看来现在不用了。因为我以前有一位很好的师傅。那有2点可以确定：这个人的能力不在我之下，还有就是某些人对他那是念念不忘了。我这个师傅姓于，名七。那我可太了解他了，不就是梦里那个我吗？这不公平吧？我想跟你干的事情，他抢的全都给做了。你还吃上醋了？我可太吃醋了。可那都是你啊！那能一样吗？啊！好，王妃，长公主一大早就进了宫，齐王也紧随其后。齐王也去了。是。该来的还是躲不掉。老四啊，儿臣在。你的那篇关于赋税徭役的奏折，朕看了，辞藻精美，对仗工整。但是内容却很空洞，纯属纸上谈兵。你这是何意啊？儿臣有密报启奏。长公主若是为了南巫圣女的事情入宫，那父皇很快就会传召我们。这样，你从后门走，以祭祖的名义出宫。灵水跟南巫是在同一个方向，不会引起怀疑。还有，带上我之前送你的玉佩，去找池玉姬。我这么一走，就是畏罪潜逃，而你就变成了包庇通敌。你这么多年在战场上打拼的赫赫功名，好不容易才把你不祥之人的污名给洗清，就全给毁了吗？这些我都不在乎，我只要你周全。听话，快走，快走。冷淡，带着王妃赶紧出场。是。臣参见陛下。把信拿给长庆侯看看。朕听闻，长庆侯曾因痛失爱子，彻查过南巫之事，不知长庆侯可识得此图腾？长兴侯，你若知道什么，可要如实相告。是。陛下，此乃南巫圣女的图腾啊！此图腾乃南巫高层机密，是臣千辛万苦、百般寻觅，才在密卷中见过一次。陛下，为何在此啊？这是前几日我从抓获的南巫细作身上搜出来的。此图腾只会出现在南巫圣女身上吗？按南巫密卷所述，那圣女天生便携此图腾，乃天命所授。
断无第二人能有啊。可见南巫细作所言为真，那只好等燕王妃来了，当众一验便知。王妃，你好了吗？时间来不及了。王妃，您收拾好了吗？王妃，王妃，人呢？糟了！燕王殿下，今上口谕，有请燕王和燕王妃。燕王殿下到。儿臣参见父皇。玉洁，朕只想问你一遍，你要诚实告诉朕。父皇，请问，姜氏究竟是不是南巫圣女？父皇何出此言？回答朕。无稽之谈。既然如此，陛下传召的是你们夫妻2人，为何只有你1人前来啊？哦，他回灵水祭祖，这未免也太凑巧了。皇兄，这是何意啊？陛下，燕王妃求见。选。参见父皇，恕儿臣来迟一步。姜思，朕收到密报，称你为南巫圣女，你为此作何解释啊？回禀父皇，儿臣自小生在临安，最远也就去过灵水，怎么会成为南巫圣女？如此无稽之谈，还请父皇明鉴。你们2人口径如此一致，怕是有备而来吧？姑姑为何要如此刁难我们？父皇，南巫圣女只是南巫认定的可做圣女之人，但不必非得是南巫人，也不必非得去过南巫。那以你之见，要作何断定？以儿臣拙见，图腾不会说谎，请父皇即刻查验燕王妃的颈后是否有圣女图腾。不可，王妃身份尊贵，岂是一句污蔑就可以当众验身的？你不是要洗清嫌疑吗？这就是最好的机会。若父皇执意如此，儿臣愿意接受查验，但若没有发现图腾，还请父皇严惩污蔑儿臣之人。好，待燕王妃御书房验身。启禀陛下，王妃身上未发现图腾。没有图腾，那便不是圣女。还望陛下严惩污蔑王妃之人。父皇，儿臣我……皇兄，我倒是听过一个传闻，圣女图腾遇火就会越加明显，倒不知道这个传闻准不准。父皇，既然已经验了，何不一验到底，以免留下隐患？没有图腾哪来的隐患？汝阳，你亲自去验验。是。把衣服扒开。姜思，你果然是南巫圣女。姜思果然是南巫圣女。福清公主不得入内。为何？好啊，好啊，老七，你真是娶了一个好夫人啊！竟然通敌叛国，勾结南巫。他就不可能通敌。陛下，甄大人到。是。
臣真恒参见陛下。真恒，你来得正好，同朕一起审理此案。姜思，燕王冒着包庇叛国的风险替你求情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陛下明鉴。姜嗣斗胆，请陛下仔细想一想，长兴侯之前跟南巫交往甚密，长兴侯之子也被搜出来过，曾经有南巫密钥神仙油。那连长兴侯都尚且不知这图腾显现的秘密，为何长公主就能轻易得知，还要用传言来伪装？要说长公主跟南巫并无勾结，恐怕很难说服在场的诸位吧。儿臣长在大周，生在大周，绝对不会做任何危害大周的事情。陛下，臣的逆子之案早已了结，臣跟随陛下左右，征战四方，戎马半生。臣的心中只有陛下和大周啊！望陛下明鉴。长宁侯，起来吧。皇兄，荣阳想让你见一个人。何人？一个死人，把他带上来。桑琪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是啊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姜思，此人你应该很熟悉了吧？真恒，此人是谁？此人是南巫夜莺门的人，名叫桑琪，之前被燕王殿下所抓捕，后来不幸意外中毒身亡了。既已身亡，为何又在此？臣也不明白，当时在都城司。是臣和燕王殿下一同验的他的尸首，确认当场已经死亡了。陛下，经过调查，桑琪死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姜思，而当时他拿着的是于司卫的腰牌。最近疾风卫巡查南巫奸细的时候，又抓到此人。这事儿从前到后，玉锦、姜嗣，你们都脱不了干系吧？陛下，臣可以证明，当时还是于司卫的燕王殿下，对此事毫不知情。况且又是燕王殿下亲手抓捕的桑琪，怎可能帮助他脱逃？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这么说，此事就是燕王妃，哦不，是南巫圣女姜嗣一人所为。儿臣也曾怀疑过姜嗣。儿臣为了探明他的身份，刻意接近他，但是儿臣并未查出他通敌，反倒查出了他为了大周百姓鸣不平。他没有其他的狼子野心，他只想护家人周全。也正是他的提醒，儿臣才得知秋猎之时会有天狗吞日，儿臣才得以护您的周全。这么说，你早已知晓他的身份。皇兄，您瞧瞧。燕王本是征战沙场的良将，却被这妖女蛊惑了心智，忘了自己的国与家。可见这南巫圣女真是深不可测。南巫圣女有预言之能，能助南巫复兴，灭我大周实乃大患。南巫与我大周缠斗几十年，百姓饱受战火，未曾有过片刻安宁。老七，你的赤羽级将士几番厮杀，才获得了片刻安宁。如今你却轻信这样一个南巫女子，他们的鲜血，当真是白流了吗？可惜燕王殿下被蒙蔽至此。臣早闻那圣女善于蛊惑人心，恳请陛下将这圣女即刻问斩，以绝后患。我看是你在蛊惑人心。将姜思拖出去，即刻斩首。是。谁敢动圣女？圣女出南无心。母后，母后，不好了！慢点。他们说七嫂竟然是南巫圣女。你听谁说的？方才我去天德殿找复活，亲耳听到的。
怪不得他识得如此罕见的螨虫，还替你治好了眼睛。七嫂言行正直，父亲不相信他是卖国之人，他冒险救父亲于水火，我们不能让他被污蔑至此。父皇，20年前，您因为一句天象，将我驱逐，如今又因为一句传言要杀我的挚爱，说是要扫除南吴祸患，儿臣可以带兵出征。 如今却要杀一个女子来换大周的清平，父皇您不觉得可笑吗？玉姐，想必你早已知道他的身份，却依旧包庇他。难道说你无令擅入临安，还有什么别的企图？父皇如此不明是非，儿臣不想辩驳。事到如今，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没错。 我就是南吴圣女。燕王殿下，你不要太天真了。当初接近你，不过是因为知道你身份不凡，想着总有一天能够为我所用。但是没想到，你满心只想着为大周扫祸患、平定边疆，要助我，实在是希望远方。是不是？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你当初接近我。 不也是因为怀疑我的身份吗？这燕王妃的身份可以帮我隐藏到此，倒也不亏。否则，我又怎么会嫁给你？毕竟你我二人也是毫无瓜葛。边疆急报，南吴已陈兵边境，要求大周交出南吴圣女，否则他们必将倾全军之力开战，血洗大周。传令崔旭。 即刻动身，带领兵马到边疆迎敌。是，陛下，那圣女是南吴人的信仰，他们世代坚信那圣女可以引领他们夺取大周。如可将那圣女斩首，就能让南吴人树倒猢狲散。这样，我大周将士必可势如破竹，踏平南吴。长兴侯，大敌当前，你不顾及大周百姓的安危，是生怕战争不起吗？陛下，按传言。 南吴圣女是南吴人民的精神信仰，如果您把我杀了，就等于把他们的信仰给毁灭了。到时候，南吴必定会大举进攻，无论是南吴还是大周，必定生灵涂炭。这难道就是陛下想看到的吗？先打入天牢，改日再审。是。 陛下，既然真相大白，何须再审？都城司擅断案侦缉，甄衡又素来忠直无私，此案就由甄衡来审吧。都城司甄衡遵旨。皇兄，此案重大，当由两司会审才公正。枢密司掌管军机要务，审理此案最合适不过了。那。 就由甄衡、长兴侯联合审查此案，你们都退下吧。老七留下。臣告退。朕问你。 你与朕是何关系？君臣，父子。你还没糊涂，还知道君臣在父子之前。朕只想让你明白，何为国事，何为家事。既然南吴人已经认定了姜氏为圣女，那她的余生只有2种结果：要么当即问斩。 要么作为南吴人质被关致死，无论哪种结局，他都做不了燕王妃了。所以朕劝你，还是收了对他的钱吧。
盯着。老七，此事已不是家事，而是国事，万万不可再任意妄为。江四系南吴圣女，有意图谋反之嫌，本侯奉旨查没伯府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！爷，跟我来，脱下来。快点！你这是生的什么闺女呀？符文没下着，反而招来杀身之祸。侯爷，咱好歹也曾是亲家，您高抬贵手。亲家，我玉儿被斩首之时，怎么未曾见你和我攀个亲家？那是因为他犯了事，害了那么多女子性命，那是自作孽。你住嘴！现在是你女儿江四通敌叛国，你府上任何人都难脱干系。我女儿根本不可能通敌叛国，这绝对是有人故意陷害。这么说，你是在质疑金上的？要不要本侯把你的原话转述给金上听听啊？对了，我的前亲家，你的这位，我的前儿父，还有你那个派外做官的儿子，你放心，我向你保证，他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这是公报私仇，是又如何？谁让江四出自你们东平国府？全部拿下！等等。江四早已与我们东平伯府断绝关系，这是江四与东平伯府的断绝书。断绝书不就是一张破纸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侯爷，这可不仅仅是一张纸，这上面有我们江氏的家族印章，还有都城司的签印。就凭这个，就想让东平伯府脱罪？痴人说梦啊！侯爷，您撕了也没用。这断绝书已经在都城司备案，根据我朝律令，有了这封断绝书，江四获罪也好，高升也罢，都与我东平伯府再无瓜葛。请侯爷放了我们家里这些无关之人吧。若您还有异议，可与我一起面见金上。没想到江四还留了这个好手，但本侯绝不相信你们东平伯府能全身而退。听令，与本侯严守东平伯府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
野防与南巫通风报信。是。伯母，没事吧？这是思儿给你的。是。姐姐，我是让你把她带回去，在关键时刻救伯父于危难当中。这便是你的苦衷吧？妹妹，你放心，家里有我。原来每天思雅都在伯府恩断义绝，是为了保护我们伯府免遭灭顶之灾呀！该办了，看着吧。哎，她可是南巫妖女叛国贼，长公主的人吩咐了，3天只能吃半个馒头，要着命就行了。哎，她之前可是王妃啊！哎呀，滚！是我破坏了思雅头了。我对不住思儿，也不知道思儿现在如何。娘娘，喝点莲子茶，败败火吧。本宫被一个外家的贱人算计了这么多年，却没有一次赢过。我原本以为江四是个有气性的，结果24不量力。儿臣不是叮嘱过母妃，不要将那宫状交与父皇。母妃这样做不仅帮不了老七，反而会连累了我们自己。你个逆子你还敢来兴师问罪？你以为本宫不知道吗？最先告发老七夫妇的就是你，长儿，你怎么能跟长公主那个贱人合起伙来坑害自己人呢？老七被妖女所迷惑，儿臣为了大周消除祸患，何错之有？那是你的亲弟弟。老七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本宫就没有你这个大义灭亲的儿子了。现在母妃承认他是我亲弟弟了，难道母妃打算为了他放弃儿臣？以前都说老七是不祥之人，本宫也没有办法。可是现在我们能够证明他的清白呀，兄弟同心不好吗？你们兄弟2人，只要一个人能够出人头地，我们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。长儿，你明不明白？明白。原来母妃在意的不是哪一个儿子，而是在意谁能帮你坐上太后之位。
圣女的身份暴露了，景明帝把她关进了天牢，随时可能问斩。那天就应该强行带走圣女，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。先救圣女，宫中的细作派得上用场吗？这就是我回宫拿的重要东西。皇宫密道地图。这些年我潜伏在宫中，除了给大长老传递情报，还探到一条密道。这条密道是襄王叛乱之后景文帝建的，里面错综复杂，宛如迷宫，稍不留神，闯入者就会被困死。这老狐狸真是狡猾。收好。其实你们这样做也是远远不够的。燕王，你怎会在此？跟着你过来的。天牢守卫森严，即便是你们侥幸从密道混进了宫中，天牢也是不可能进去的。不必理他，他是大周的皇子，就算夫人被关在天牢，也不可能帮我们南巫人。正因为我的夫人被关进了天牢，所以我才要跟你们南巫人合作。皇兄竟要听从甄衡的说辞，判他们无罪。现在并不定论，但臣以为京上内心已经动摇，至少死罪可免。既然皇兄心慈手软，那就让妹妹来代劳。看来我得尽快去救圣女。上边有令，要单独提审南巫妖女。是。走。姜四，你见到本宫，怎么不意外呢？长公主不过就是那些不入流的手段，有什么可意外？那江安城呢？你父亲可是对你很是用心啊，他竟然明目张胆地跪在宫门外，状告本宫。什么？其圣上之息，天佑大周，国祚绵长。不能让他见到京上，也不能让本宫再见到他。是。不要伤害我父亲！不要伤害我父亲！你对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。你不要伤害我父亲！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父亲！北臣星耀，锐气腾腾，乃大吉之兆。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，你不要伤害我父亲！这个贱人，你没有资格跟本宫谈条件啊！父亲，您怎会在此啊？殿下。四儿被关在大牢，只有扳倒长公主才能救四儿。我要上表奏章，告知陛下，当年长公主篡改天象，陷害你之事啊。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好吗？殿下就不必再劝我了。我这把老骨头本就没硬过几回，四儿因为我这个窝囊爹吃了不少的苦头，如今这个局面，我怎能再坐视不理呀？好，我带你入宫。启禀陛下，长公主当年私自篡改天象，陷害七皇子为不祥之人。为了转移崔将军战败之污名，
也是为了忌讳七皇子出生，贤妃会晋升为贵妃。他买通司偏监，篡改七皇子大吉记录为大凶，将边疆战败之责归咎于刚刚出生的七皇子身上，一石二鸟。不但令贤妃声位无望，也令崔将军免受朝堂和百姓之苛责。皆是无凭无据之词，并非无凭无据。臣当年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但是出于明哲保身之目的，一直未曾说出真相。但臣又不愿与其同流合污，于是便选择请辞归家。老七，在。你可曾知道此事？儿子知晓。就应该把这个烙铁放到你的嘴里，烫烂你的舌头，这才是上乘之法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放过我父亲！那我的明月呢？我的女儿呢？父皇，儿臣确实心存委屈，但是并不怨恨，因为儿臣知晓，父皇也是受人蒙蔽的。好，朕知道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陛下，儿臣遵旨。此事便这样了结了。陛下到底意欲何为啊？想要扳倒长公主，靠您这一番话远远不够。殿下，宫里有人来说，京上急召殿下。是19世旨，狱警护住了江安城，他还带躲明了进了宫。去，速去通知长兴侯。是。多谢燕王殿下带我进宫。你可知这一去，生死难料。只要圣女无恙，我死不足惜。圣女就交给您了。放心。朵嬷嬷，跟我走吧。圣女，妹妹，姑娘，你醒了。这是哪儿啊？愚兄让我们提前找的地方，说是救你出来能藏身的地方。大人呢？妹妹，你放心，他说有办法说服金上对付长公主。哥哥，父亲呢？我听长公主说，父亲今日去了宫门前去告御状。什么？咱们得想办法，快去救父亲。妹妹，你伤得太重了，你先别动。愚兄一会儿就过来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姑娘，你哪儿疼啊？姑娘，这怎么办？姑娘，都怪阿满，都怪阿满没有照顾好你。
热水吧。没事。父亲怎么样了？这次多亏了他，父皇一定会严惩长公主。终于恶有恶报。哈尔养病，别想胖的事情。我正要跟你说，我得去趟南巫。爷都伤成这样了，你去什么南巫啊？但我是圣女。现在南巫和大周的战争一触即发，我想，只有我回到南巫，找到大长老，说服他退兵，这样两地之间才能避免这场战争，百姓才能避免一场大的灾难。所以这一趟，我必须得去。只有殊死一搏，我们才能永远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你这要是去了，可能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。但是，如果不是这一次的话，那余生我都会像游魂一般，隐姓埋名，东躲西藏，与你、与家里人全部都划清界限。那这样的日子，我怎么忍受得了呢？我陪你一起去。你不能去，如果你跟我一起去，那就坐实了你是同犯。你必须回去，只有你回去才能撇清帮我逃狱的嫌疑。短暂的分开，是为了永远能在一起。天牢层层把守，还能让人给跑，真是一帮废物！给本宫发布海捕文书，昭告天下：燕王妃姜氏，乃是南巫圣女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无论生死，抓住者重赏。是。阿满，姑娘叫你进去一趟。是。玉秀，妹妹怎么样了？好些了。姑娘，你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肯定疼坏了。阿曼，你听我说，我明日要去一次南巫。南巫？那不是羊入虎口吗？他做好的决定劝得住吗？不行，我去说。哎，会遇到什么危险，姜四肯定比我们更清楚，而且你了解他的，你劝不住他。咱们人越多，目标越大，所以你得答应我，你要回伯府，帮我照顾父亲，帮我照顾家里人。可是阿曼从来没有给姑娘添过麻烦，阿曼只想跟着姑娘。这次不一样，所以你要听我的。好，姑娘，阿曼答应你，我一定照顾好家里人。我这边脱不开身，你们看看谁能陪着他。我陪他去。我也一起。还有我。这一路肯定危险重重，七哥，我们得想个办法。燕王，回殿下，燕王今日并未上朝。燕王一直不出现，看来是和姜四一起逃离了临安。长兴侯曹勇听令，臣在。燕王助南巫圣女姜四逃狱，畏罪潜逃，即刻抓捕。本宫要轻审。是。姑姑，
何罪之有啊？侄儿来了，姜四呢？他不是在大牢里吗？既然燕王自己过来了，省得臣再跑一趟。来人，将燕王拿下！敢！姑姑，他是要当着你的面儿以下犯上啊！放肆！侄儿明白了，姑姑这是监国了，可曹勇，他是想把你的侄儿给杀了呀！臣万万不敢！有姑姑在，没人敢杀了。只要你不和南吴圣女勾结，从今往后，没人会为难你。侄儿，都听姑姑的。叔叔，你跟妹妹先走，我跟朵儿给你们殿后，兵分两路，我们南疆见。放心吧，我们走了，走吧。哥哥，保重。恰。我们也走吧。父皇情况到底如何？福清公主说，金上已经被软禁了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想清楚要如何把他给救出来。现在整个精武卫全都被替换掉了，宫内只有铁卫、疾风卫还有长江后的兵。我们现在势单力薄，若是贸然闯入的话，恐怕不仅救不了金上，还有可能适得其反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临安城确实没有人能与长公主抗衡。现在想要撼动长津后，改变整个局势了，恐怕只有一人，崔旭。没错。可是崔将军是长公主的夫君啊，他会帮咱们吗？崔将军这心怀家国大义之人，断不会和长公主同流合污的。他现在屯兵何处？燕西大营。飞鸽传书给赤羽旗，让他们接应我们，直奔崔将军大营。是。你们也要多加小心。现在我们能想到的，长兴后和长公主同样可以想到。若是一旦发现你们的行踪，定会派兵追杀的。长公主现在要立威，一定会拿大臣下手。你现在的处境更危险，倒不如跟我一起。现在后宫全都是兵，我害怕。公主殿下，您莫要害怕，臣来想办法。若是宫中发生任何事情，您就放飞纸鸢，臣看见了，定会过来找您。您自己也多加小心啊。殿下，我留在临安，皇后与福清公主尚在宫中，需要有人与长公主周旋。若是日后殿下回来了，我也好接应。行，你多保重。如果可能的话，试探一下齐王和太子的口径。大敌当前，说不定就能多一个战友。坐。怎么办，二公子？跟起来！女子很可疑，拦住她！别吃了！快住南吴圣女！追！快追！快追！快！站住！姜四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咱们得尽快赶路。抢！玉，我去打点水。
像。走。殿下，有百姓提供线索，说看到长相与圣女相似的人往南边去了。南疆，他们一定是去了南疆。燕王可以调动赤羽旗，那里还有崔氏的大军，而那姜嗣也可以号召南吴人。他们觉得这样就能赢了本宫。19，传圣旨，让赤羽旗和崔氏军队攻入南乌，死战到底。南乌一日不灭，他们就一日不可归。金上已经下令抓捕我了，不知道伯府的情况怎么样，会不会受到我的牵连，也不知道哥哥他们顺不顺利，会不会遇到追兵啊？咱们这一路都没遇上追兵，他们应该更遇不上了。但愿如此，希望一切都能顺利。前面那座山就是燕归了。你还行吗？我没事，时间紧迫，走吧。叫！恭迎于将军回城。都起来。头儿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弟兄们都还好吗？我一收到你的飞鸽传书，就立马集结了所有兄弟，日日操练。如今兵强马壮，就等您回来。南吴如何？蠢蠢欲动，怕是……君，宫里出事了。等会儿我得去找崔将军商量救驾的事情，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。我进城门的时候，发现赤羽旗的将士们都非常戒备，而且城内有南吴火弹灼烧的痕迹。我想南吴人应该是已经做好了要发兵的准备。这种情况下，崔将军肯定不会放下边疆，跟你回去亲王的。只有南吴退兵，才有一些生气啊。就算再难，还是得试一试。江兄，江兄，出楚！哥哥，家珍，家珍，哥哥，快，先喝点水。这出什么事儿了？妹妹，都怪我。没能救下他们。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阿玛和徒儿死了。
怎么会呢？阿满怎么会跟你们在一起？我不是让他先离开了吗？阿满骗了你。那咱们就按原计划进行，兵分2路，在南京会合。二公子，阿满，妹妹不是叫你走了吗？阿满跟你们一起走。你怎么穿着妹妹的衣服？都是阿满自己的主意，这样姑娘她们才会更安全。阿满，二公子，阿满已经决定好了。怎么办，二公子？阿满，跟紧。侯进，小心！快走！不能走！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！放箭！不要！徒儿，徒儿！长公主有令，活捉圣女。若不是姑娘，阿满早就饿死在街头了。今日终于可以还这份恩情了。你们休想抓到我！蒋思，你振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南巫圣女，他们不计生命危险让你到了这里，南巫近在眼前，难道你要就此放弃吗？